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满幸福增加第20季第5集。国庆假期又堵车了，好不容易摆脱了车流，新妈又让丈夫载上路边那对搭便车的人。小妹又不过想发善心的妈妈，只得给他们腾位置。通过交谈，大家得知他们是对情侣，举手投足亲密举动，让新妈感觉到了初恋的美好。辛爸询问妻子：“我们那时也这么傻吗？”辛妈很肯定，他们当年比这还傻。20年前，辛爸辛妈也来到过这里，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，两人在这条马路上骑行。辛爸突然说，他想到了个好点子，那就是车上热吻。见他坚持，辛妈也只得同意。然后辛爸就翻车了，追在他们弄了一身泥。走在路边时，弗兰德开车来到了这里，他让这对小情侣上车，因为他想要在泥里种下友谊的种子。弗兰德打开了后备箱，告诉他们将所有东西都扔进来吧。辛爸深受感动，这人也太好了吧。上车后，莫德开始和这两位年轻人闲聊：“你们订婚了吗？”辛妈表示应该还得再过一段时间。弗兰德很惊讶，原来没有结婚吗？那为什么还要并肩骑车？但他很快又说：“你们确实太年轻，还不适合许下我愿意的誓言。而且婚姻并不是如此甘甜如蜜，对方会跟你唠叨，试图改变你，还会一年又一年的为了小事争吵。”见弗兰德将婚姻看得如此透彻，辛妈不禁问道：“二位结婚多久了？”“从今天下午2点才开始，现在都蜜月。”这句话把这对情侣吓得不轻。辛爸忙牵着女友的手：“宝贝，你不会嫁给我的，对吧？”辛妈表示肯定：“亲爱的，我很高兴没有嫁给你。”辛爸就此宣布，他们只在约会而已。看着这两位没有结婚，却依然亲吻的火热，弗兰德有些不太高兴。20年后的辛爸也不高兴：“你们怎么能在我的孩子面前亲热？”辛爸让儿子别把双眼从游戏机上移开。汽车驶过购物市场，时间调回到过去，那时他们也来过这里，当时车里还坐了辛妈的2位姐姐，他们正生着气，因为辛爸又回了一次家庭聚会，原因就是辛爸在跳板上撒尿。不过就算是没有这些错误，他们也能挑出其他的毛病。你开太快了，你在脱发，你打喷嚏像个女孩，你的脖子看着像个歪屁股。辛爸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干脆就让这两巫婆扔在了路上。辛妈觉得这并不明智，毕竟地图还在他2个姐姐手上呢。辛爸却表示不用担心，然后一顿操作很好，他们也只能走路了。辛爸很无奈，还要我说多少次对不起？你从来没说过对不起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辛妈干脆走去道路的另一边了。夫妻俩来到一栋房子前，希望能在里面接个电话用用。不曾想开门的男人十分热情，不仅指明了电话的位置，还拉辛妈介绍桌上的甜点。男人走后，辛巴忍不住暗讽妻子：“又有奶酪又有趣的快乐派对，看起来并不像是你的风格啊。”辛妈无心与他拌嘴，表示吃点东西之后就回去看孩子吧。可辛爸不愿意就这样离开，让我爸和他们多玩一会儿吧。此时兄妹俩正在挠爷爷的痒痒，这可不是为了有趣，而是为了逼出饼干的具体位置。辛爸端2杯酒在人群中穿梭，不料人实在太多了，他撞到女孩小金。小金询问：“这是给我的吗？”“当然不是，你可以自己去拿2杯。”小金并不觉得尴尬，反而认为辛爸很有趣，直接拿过他手里的酒就喝了起来，还说星座运势告诉他今晚将遇到自己的意中人。辛爸默认他的说辞，星座通常不会对你这样漂亮的女孩说谎。这样的奉承让小金很欢喜，他立刻邀请辛巴一起去跳舞，这是一种比下腰的舞。在辛巴走过第2遍时，辛妈揪住了他的耳朵，她质问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和陌生女人跳舞。辛爸也很不高兴，她不是陌生女人，她很有趣，而且不会吃醋。听他这么说，辛妈怒火中烧，她那么好，你跟她走好了。不料她一转身就跌进了泳池，扒开湿漉漉的头发。辛妈看到丈夫正和那女孩玩得正欢，甚至还有许多寿司都扔在她的头发上。辛妈现在这样当做从未认识过辛爸。回到现在，这对情侣抵达了目的地，不一会儿他们一家人也到了。看着眼前小木屋，小新很疑惑，就这有什么稀奇的？辛爸告诉孩子们，这里收藏他和辛妈珍贵的回忆。为孩子们不那么无聊，辛妈让他们一起去坐踏板车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兄妹俩还是去了。这里的确充满了很多的回忆。20年前，弗兰德将辛爸辛妈载到了这里。眼见傍晚来临，辛爸已经等不及和女友好好培养一下感情了。但弗兰德一把分开这对热恋中的情侣，并且表示他们必须得分开住，因为没有结婚。弗兰德说到做到，他在辛爸辛妈的房门前都布置了陷阱，还将自己的房间安排在他们中间。房子中间是一对浓情蜜意的新婚夫妇，两边是2个被迫分开的热恋情侣。这时辛妈接到了姐姐的电话，很显然他们并不相信辛爸，因为在他们眼里他就是心怀不轨和一无是处的结合体。时间调回到2人结婚之后，辛爸和小金也像辛妈姐姐们一样趴着傻笑。就在他们掉落泳池之时，一个男人拿着一条华美的裙子来到了更衣间外，他表示自己能给这位落汤女士一点帮助。辛妈往外一瞧，是最先接待自己的那个男人，就且姑称他为小胡吧。小胡将手中裙子递给了辛妈，当然还有一双华丽的镶边舞鞋。辛妈无法拒绝这位富有魅力的男人，穿上这些华美的服装后，小胡将辛妈带出去成婚了。辛爸看到了飞在空中的妻子，有些失落，但小金走过来抚慰了他受伤的心灵。眼见天色越来越晚，辛妈觉得他们应该回到舞会去了，但小胡对辛妈的想法本就不单纯，帮助他也只为了去旅馆铺路罢了。快要进门的时候，辛妈拦住了小胡，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，但小胡没有给他思考的机会，就让他拉了进去。接着辛巴和小金也来到了这里，
此时的辛巴已经微微有些醉意，他想起自己之前和辛妈也曾来过，酒烈驱使下，让他十分想念妻子。这时他突然在窗边上看到了辛妈的影子，他跑到那间房的窗边，马姬，是你吗？辛巴一听到是丈夫的声音，马上小胡找个地方藏起来。为什么每个结婚女人都有丈夫？搜寻无果，小心躲进箱子里。刚好这时辛巴推门而入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和你一样，你是说我们都想追寻珍贵姬，重燃爱火？没错，重燃爱火，咱们走吧。这时辛巴看到了外面的小金，这可不能被妻子发现，于是忙关紧了门窗，表示就在此地共度良宵。可辛妈不想有那个箱子在场，于是就让辛巴将他给拖了出去。好巧不巧，小金刚好找了过来，然后辛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塞进箱子里面。搬了块大石头压住箱子后，辛巴和辛妈才终于重燃爱火。此时箱子中的两位也在互相介绍，看样子又会产生一段美妙的爱情了。就在辛巴辛妈刚准备亲密的时候，老辛普森抱着兄妹俩来到了这里，他已经被这两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兄妹俩终于闹腾累了，三个人都消停了下来。于是辛巴提议一起去湖边亲热。时间调回现在，三个电灯泡都走了，辛巴提议一起去湖边玩游戏。辛妈很是高兴，不过还是让他先放下行李。没想到这绳子松一根就全塌了，辛巴和行李绑在了一起。这时小胡和小金也来到了这里，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小胡告诉他，这里就是自己和他妈妈一见钟情的地方。好巧不巧，辛巴滚到他们身边，见是老熟人，两人就过来打招呼。小胡表示他们俩可是欠了大人情了。小金对辛巴说，要是当时没跟你来这家旅馆，就不会遇见小胡了。小胡对辛妈说，要是你的私有成功了，我就永远不会遇见小金了。知道真相后，两人都很生气。没想到婚姻最美好的时光，竟然是建立在谎言之上。辛巴觉得他们再也无法信任彼此了，他让那小女孩帮自己远离了这块是非之地。另一边，孩子们旅程也并不愉快，因为小新的缘故，他们迷路了。辛小妹提议问问路边那些人，但那阴阳怪气的问路方式激怒了小新，他用力踩着踏板阻止妹妹继续说下去。小新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每天放学后我都自愿留堂吗？因为我不想回家见到你。辛小妹很难过，别说让自己后悔的话。气头上，两人吵醒了小新，但小新还是控制不住了大声吼叫。辛小妹很无奈，我们这是怎么了？大概是成长的烦恼吧。滚动车轮将时间带回到过去，分开睡觉。第二天，辛巴和弗兰德在湖边钓鱼。弗兰德问道，你昨晚很想念女友吧？当然了，想了大概有5次吧。弗兰德依然不改觉得婚姻恐怖的看法，但也告诉辛巴，如果真的觉得现在的女友就是命中注定的男人，就可以试着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。刚好此时辛巴走了过来，弗兰德忙怂恿辛巴去让他表露心迹。辛巴有些不愿，你和莫德不会又要一起跟来吧？弗兰德笑笑，当然不会，我还要度蜜月呢。闻此，辛巴才放心去找辛妈了。不过他想的没错，莫德已经早被派去盯梢了。这对情侣甜蜜躺在树下，辛巴说，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就像是聪明学生陈一丹错发在了我的手上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拥有了全世界。没想到辛妈对此也有同感，见彼此心意相通，辛巴当即许下了将会结婚的承诺，并且作为见证，他在树上刻上他俩的名字。没想到下面都被其他情侣刻满了，但辛巴没有放弃，他爬到高处刻了一个更大的。时间回到现在，辛巴终于摆脱了身上的行李，伴随他自己的咒骂声，不知不觉就走到曾经雕刻的树下，天长地久。原来他们是那么相爱，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辛巴猛然醒悟，或许现在还不算太晚，他想要将此接下来去拿给辛妈看。不料辛妈此时也找了过来，你在干嘛呢？拯救我们的婚姻？别傻了，我们的婚姻能经历任何风雨，就像这棵树一样。不料辛妈话音刚落，大树又倒下了。更糟的是，辛巴的身下是湍急的河流，即使如此，他也不愿意拉住辛妈的手，他不想放弃这块对他们意义重大的树皮。辛妈告诉丈夫，他们的婚姻不是由树决定的，而是由他们自己。但没有等到他们牵手成功，树皮就被一圈一圈的剥落了，最终辛妈也掉了下去。辛巴切住了妻子，两人一起向下坠落。死亡的威胁来临之时，他们终于袒露了自己的心神。虽然他们的婚姻生活中存在着谎言，但也有很多美好的事情。虽然他们曾经都受到诱惑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依旧深爱着彼此。在即将坠入河流中时，他们奇迹般的停了下来。刚好此时，孩子们出现了，没有理会兄妹俩争吵，因为重要的是，他们依旧还活着，爱着，在一起。有人说婚姻是爱情坟墓，但也有人说没有婚姻，爱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当浓情蜜意渐渐消退，留给婚姻的美好似乎寥寥无几。辛巴和辛妈也是老夫老妻了，结婚多年也没少闹矛盾，但这一次却实实在在触碰到了背叛的边缘。建在谎言之上的爱是否值得？仅就动漫而言，或许爱能化解一切，但在现实中，也许能让彼此放下的不全是爱，还有所背负的责任和担当。一刀两断确实潇洒，但所牵扯的无辜之人却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再说他们险些背叛的原因，其中最大因素就是跟对方赌气。所谓冲动一时爽，事后悔断肠。比起一定要比个输赢，不放任自己胡来才对感情的尊重。就像辛小妹所说，别说让自己后悔的话，当然也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人和人的关系有时本就颇为脆弱，认真经营才能不负彼此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